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的世界好像不是很太平，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以色列跟伊朗又干起来了。这两个国家能最后发展到现在兵戎相见的程度，就说明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源自于就像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那样有历史的夙愿呢？其实还真不是。以色列人和伊朗人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是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有多长呢？我想应该超过了250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突然变坏的，而且关系变坏的时间距今并不久远，就在1979年。就在这一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策划发动了一场所谓的革命，从此改变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使两国国民之间变成了现在这样无法调和的敌对关系。这位老人的名字叫霍梅尼，这场所谓的革命叫伊朗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以色列伊朗的关系，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以色列。最可悲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女性。伊朗很快成为了世界上对女性限制最多的国家，也是女性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革命成功以后的第二年，伊朗女性就被迫戴起了她们久违的面纱和头巾。1980年以后，任何一位不戴头巾就上街的女性，如果被警察发现的话，那将有可能面临1年的监禁。哪怕你的面纱之下露出了一缕青丝，也要面临严厉的惩罚。用霍梅尼的话讲，伊斯兰革命的最大收获就是让女人重新戴上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革命再没有其他的收获的话，仅凭这一点也足够了。就这样，曾经的那个青年男女们衣着时髦光鲜，兴高采烈的在摇滚演唱会的现场又蹦又跳的伊朗，变成了那个被黑袍笼罩下的女人们。他们拉着手，一边念着古兰经的经文，一边走向伊拉克人布置的雷场的伊朗。而这只不过用了仅仅10年时间。人们常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总的趋势是这样，但有时候历史也会以你所想象不到的速度大踏步的倒退。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历史上很多事件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是一小群人就完全可以掀起这场历史的逆流，而那些所谓的人民群众更多的是处在盲从的状态，就好像只有将自己泯灭在多数之中才是最安全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伊朗，聊聊历史上的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聊聊伊朗是怎样走到今天这幅田地的。很多人很自然的将伊斯兰世界中的伊朗归结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但实际上呢，伊朗并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伊朗，阿拉伯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到 3%， 大部分的人口 60% 以上都是波斯人。这点就不同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比如说它的近邻伊拉克，大部分人都是阿拉伯人，小部分人是库尔德人。伊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伊朗这个国名却是非常的新鲜，是在1935年它的国名才改为现在的伊朗。以前他们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波斯。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放弃那样荣耀的名字，而选择了伊朗？这其中的原因竟然是与希特勒有关。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再讲。要说起波斯的历史，那就非常久远了，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居住在欧亚草原北部的雅利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开始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现在的伊朗高原。伊朗高原那时候已经有原住民了，他们就是历史上的埃兰人，而随后又来了亚述人。有学者认为，埃兰人很有可能就是后来的达罗毗荼人，就是现在大量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的那些皮肤颜色比较深的种族。我以前在讲三星堆的时候提到了古印度文明，提到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个文明都是达罗毗荼人开创。那么这些达罗毗荼人是被迫从伊朗高原那边向东迁移过来的，还是他们一直就生活在这里？这个呢，恐怕很难说，或许二者都有。说起来呢，也挺有意思，在伊朗高原上的埃兰人最终是被雅利安人所征服，而在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最终也是被雅利安人所征服，又创建了另外一个文明，就是印度文明。雅利安人也就成了种姓制度中的萨迪利。印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古印度文明是指发源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而印度文明则是指发源于恒河流域的文明，他们二者之间并没有继承的关系。伊朗高原上的雅利安人为了反抗亚述人的统治，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叫米底王国。再后来，到了公元前551年，一个更强大的帝国诞生了，这就是波斯帝国。而创建这个帝国的就是居鲁士二世。随着向四周不断的征服，波斯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很快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而当时的犹太人也自然就变成了波斯帝国的臣民。坦白的讲，居鲁士二世对犹太人真的是非常好了。在这之前，犹太王国刚刚被新巴比伦帝国所征服，新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命人焚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一圣殿，并将大量的犹太人掳往了巴比伦城，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而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成为新的征服者以后，因为犹太人在他攻打巴比伦城的时候曾经暗中予以帮助，所以他也善待了这些犹太人，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并帮助他们重新建造了圣殿，这也就是耶路撒冷第二圣殿。500多年以后，罗马将军提图斯镇压犹太人的反抗，焚毁了第二圣殿，只留下了西墙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著名的哭墙。居鲁士二世又被称为居鲁士大帝，他所开创的这个王朝又被称为波斯第一王朝，或者叫阿奇美尼德王朝。不仅如此，波斯这个名字也是因居鲁士大帝而起的，因为居鲁士大帝所在的部落发迹的时候就是在现在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法尔斯地区，而法尔斯用希腊语发音就变成了 Persia， 也就是现在的波斯。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通讯社叫法尔斯通讯社，就是为了纪念居鲁士大帝的龙兴之地。关于居鲁士大帝最后是怎么死的，有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呢是说，居鲁士想要去收服附近的一个叫马萨格斯的部落，他先是向这个部落的女王托米利斯求婚，希望能够联姻，但遭到了女王的拒绝。随后呢，在战斗中他杀死了女王的儿子。忍受着丧子之痛的女王托米利斯并没有屈服，他仍然率兵坚决的反抗，最后在战斗中竟然击败了波斯军队。居鲁士大帝也在这场战斗中丧生，女王亲手割下了居鲁士大帝的头颅，将他塞进了一个盛满了血的革囊之中，说：“你不是嗜血如渴吗？那我就让你喝个够。”说到波斯帝国，大家可能会联想起一部电影叫《斯巴达300勇士》。这部电影描写的就是希波战争的。当时波斯军团的统帅是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是居鲁士大帝的外孙。在希波战争中，虽然波斯军队摧毁了雅典卫城，但是呢，也遭到了马拉松、温泉关和萨拉米海战的失利。薛西斯一世回国以后就一蹶不振，开始沉迷于酒色，不久就被手下刺杀。波斯帝国也由此从盛转衰。200年以后，希腊诞生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征服者，他叫亚历山大。他发誓要洗刷希腊的耻辱，于是他发动了对波斯帝国的战争。波斯人觉得很纳闷，亚历山大，你到底是来洗刷谁的耻辱？我们波斯人在你们希腊可没占到任何的便宜，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我们都是一败涂地，温泉关也是一场惨胜，我们伟大的皇帝薛西斯最后都被你们打抑郁了。要说耻辱，好像是我们波斯人的耻辱吧。但亚历山大不管这一套。公元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从此覆灭，取而代之的是亚历山大帝国。但很明显，亚历山大只擅长于征服，并不擅长于治理。在他死以后，他的帝国分崩离析，在伊朗高原这个地方迎来了新的征服者塞琉古王朝。塞琉古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曾经是亚历山大的一员部将。这个王朝总共持续了200多年，大概是在公元前63年被另外一个帝国所征服，这就是帕提亚帝国，也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安息帝国。顺便说一下，塞琉古帝国在中国史书中称之为条支。帕提亚帝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对应于中国的东汉帝国。那时候在世界上由西向东总共有4大帝国，最西边的是东罗马帝国，然后就是帕提亚帝国，也是安息帝国，再往东就是大肉之人建立的贵霜帝国，
再往东就是东汉帝国。当时中国的丝绸深受罗马贵族们的欢迎，在那里价格被炒得很高，而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是被中间商安息帝国赚走了。大家知道，生产者与消费者就像是一对情侣，他们迫切地想见到对方，最好是与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才是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安息帝国则不希望这对情侣见面。当年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走到波斯湾东岸的时候，就被安息人给忽悠回去了。安息人吓唬甘英说，海上航行不光是非常危险，而且还有海妖，它们长得像鸟一样，却有着迷人的身段和歌声，这些歌声会让船员迷失，最终会走入大海。但这些并没有吓到甘英。后来安息人又给甘英看了几部泰国生产的恐怖片，告诉甘英海上竟是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甘英看了以后扭头就回去了。但这对情侣终究还是会见面的。后来罗马人的商船通过印度洋到达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这方面的终点，然后进入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将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了一起，真可谓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帕提亚帝国是从公元前200多年到公元后200多年，总共历经了将近500年的时间。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犹太人的日子过得又怎么样呢？这段时间正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太地区的时间，犹太人为了反抗压迫，爆发了与罗马帝国的犹太战争。犹太人被击败，在公元2世纪初期，罗马皇帝将犹太人驱离了本土，并烧毁了他们的圣殿，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犹太人大流散。很多的犹太人就流亡到了帕提亚帝国的境内。帕提亚帝国的统治者对这些流亡来的犹太人是以礼相待，基本上给予了他们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权利。他们可以务农，可以经商，可以祭拜他们自己的神，甚至他们还可以在帝国的宫廷内担任高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帕提亚帝国给了这些流亡的犹太人第二个家。公元224年，在遥远的东方中国，魏主曹丕率领着大军2次伐吴。那一天江上刮起了大风，巨浪几乎掀翻了曹丕所乘的龙舟。而在遥远的西方，帕提亚帝国却被另外一个更加强悍的帝国彻底掀翻了。这个新崛起的帝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卡珊波斯帝国。卡珊波斯帝国又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如果卡珊波斯帝国是第二帝国的话，那帕提亚算什么呢？波斯人认为帕提亚王朝并不是波斯人的王朝，不能被编入波斯的历史中去，因为帕提亚王朝是由塞人和大夷人建立的。虽然塞人和大夷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民族，他们一直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东北部，算是伊朗的东北人。按照中国正统史学家的观点，判断一个政权是不是属于中国的政权，主要是看它活动的区域是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疆域之内，它是否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所以按这个标准，忽必烈的元朝是属于中国的，后金人建立的清朝也自然是属于中国的。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套用到帕提亚帝国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帕提亚帝国也应该是属于波斯文化序列的。刚才说了，帕提亚帝国的开创者，他们就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东北部，属于波斯帝国的范畴之内。他们后来的帝国首都也都在伊朗高原之上。帕提亚帝国的初期虽然有着非常浓厚的希腊文化的色彩，那是因为受到了在它之前的塞琉古帝国的影响。塞琉古帝国是一个完全希腊化的帝国，而到了帕提亚帝国的中后期，迎来了波斯文化的复兴。所以说，帕提亚帝国的统治者，这些来自伊朗高原东北部的东北人，他们也已经完全融入了波斯文化。而且几代帕提亚帝国的皇帝还都声称自己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室后裔。为此他们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都有病，一种很荣耀的病。这种病是与当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病是一样的，经后世的人验证，是一种遗传性的多发性的神经纤维瘤病。刚才说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是波斯第一帝国。其实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病，这一点上至少能够说明帕提亚帝国的统治者从内心上是想追随当年波斯帝国的荣光的，他希望能成为波斯第一帝国的继承者。可遗憾的是，波斯人仍然将帕提亚王朝列为了外族人占领这块土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列入波斯人的王朝系列。
这些波斯人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的政治考试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及格过？甚至我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政治课？帕提亚帝国前后将近500年的历史啊，如果把这个帝国摒弃于外的话，那就意味着波斯文化以及波斯的王朝出现了断裂。那么波斯的学者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呢，我想留给大家去讨论。这或许是因为波斯人对他们自己血统的偏执，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波斯学者们采用的历史标准与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因为某种需要而刻意的重新定义历史，这其实就是对历史的篡改。篡改历史还不如对历史一无所知。一个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如果在历史考试中交白卷，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论他写什么，那都是篡改历史。在萨珊波斯王朝统治期间，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正遭受着宗教迫害，而萨珊波斯帝国的统治区域则是处于非基督教地区，加上他们历史上一直对犹太人采取的宽容政策，所以这次他们又一次宽容地收容那些被迫害的犹太人。犹太人的数量在萨珊波斯帝国中呈稳步增长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651年，阿拉伯人来了。这时候正是中国的唐朝贞观期间，面对着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威胁，萨珊波斯帝国在无奈之下向东西2个方向的帝国求助。在西边，他们求助的是东罗马帝国，在东边就是唐帝国。那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将西突厥纳入了唐朝的朝贡系列之中，他不希望西边再起干戈，所以唐太宗拒绝了希望唐帝国出兵的请求。再后来，萨珊波斯帝国灭亡，他们的一个王子叫卑路斯的来到了长安，面见了唐高宗李治。卑路斯后来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又回到了波斯帝国的东部边境，就是现在的阿富汗附近。后来他的残余势力又被阿拉伯帝国所击败。卑路斯后来又回到了长安，被封为了右武卫大将军。阿拉伯对波斯的征服有点像罗马征服希腊，或者是蒙古人、后金人征服中原王朝，都是低级文明对高级文明的征服，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阿拉伯人虽然是在军事上、宗教上征服了波斯人，而波斯人则是在文化上征服了阿拉伯人。阿拉伯文明更像是披着一个阿拉伯的外壳，却有着一个波斯文明的魂。特别是到了黑衣大师阿巴斯王朝时期，这方面就表现得更加的明显。到了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阿拉伯帝国迅速的土崩瓦解，统治伊朗高原这个地区的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儿子序列乌，他在这里建立了伊尔汗国。伊尔汗国以后又是铁木尔帝国以及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都成了这块土地上的征服者。一直到了公元16世纪，一个波斯人自己的政权又建立了起来，这就是萨菲王朝，历史上又被称为波斯第3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国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都有一个好邻居俄罗斯帝国，像侵吞了中国大片土地一样，俄罗斯帝国也同样侵吞了波斯帝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其中就包括现在的阿塞拜疆。到了1战前夕，这块土地更被分成了3部分，北部是由俄国人控制，南部是由英国人控制，波斯人只控制中间的缓冲地带。到了1921年，里萨汗巴拉维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了当时的国王，重新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政府，波斯就开始进入了巴拉维时代。里萨汗非常崇拜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他决心仿效土耳其实行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分离开政权与教权。为此，他以法国的法典为蓝本，制定了新的刑法、商法和民法，以取代以前的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剥夺和限制了那些教士们对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干预权。伊斯兰教士反抗，他就派兵镇压。同时，他还建立学校，推行世俗教育，打击宗教势力对学校的控制，下令允许妇女可以参加工作。到了1921年，还特别颁布法令废除了头巾，鼓励男女们都身着欧式的服装。到了1935年，更加是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戴面纱。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那时候你在街上戴面纱的话，可能会被警察抓起来。到了1934年，那时候呢正是2战的前夕，因为英国跟俄国屡次入侵伊朗，反而是德国人经常帮助他们，所以伊朗就与德国关系走得比较近。而那时候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正在推行他的雅利安人口优越论，
希特勒说，德意两国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理应团结在一起对抗英俄。这时候呢，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的外交官就向伊朗的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名从波斯干脆就改为伊朗。伊朗其实就是雅利安的意思，准确的说，它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家园。所以从1935年1月1号起，就有了伊朗这个国名。里萨巴拉维后来又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小巴拉维，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伊朗国王巴拉维。巴拉维父子的世俗化改革无疑是具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很多改革都是仿效西方，特别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后来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提高，伊朗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时被认为是世界第9大工业化国家。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如果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伊朗。那时候的伊朗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要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话，他们都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就是你不改革就是死，这叫等死，就像晚清一样。而如果改革的话呢，专制独裁的政府又不是国家现代化所能够容忍的，最后一定会想办法推翻这个君主独裁政权。所以对于独裁政权来说，这又叫找死。要么最后是像英国女王或者是日本天皇那样，失去了权力，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荣誉。而且他们的改革本身也隐藏着诸多的危机。首先第一个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改革的成果大部分掌握在了王室和少数人的手里，而大部分的伊朗人，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们在刚才的图片中看到的现代化的伊朗，那是在伊朗的城市，在乡村则是另外一番面貌。巴拉维还实行了土改，最初呢，他是将土地从那些教士手中们收回来，然后交给农民来耕种。再后来他实行了所谓的白色革命，又强制着将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来，而且仿效斯大林时期的集体农庄政策。最终的结果就跟苏联一样，农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伊朗也从一个农业出口国变成了一个农业进口国。但是国王巴拉维并没有看到这些出现的问题，反而是被自己取得的经济成就冲昏了头脑。从70年代开始，大搞树立国威、粉饰太平的全国性的奢靡活动。比如说在1971年，他举办了一个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的大型庆祝活动，把当时各国的首脑、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波斯，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伊朗的财富和他们的骄傲。伊朗的普通百姓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幕一幕的奢靡景象，而这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74年，德黑兰又举办了亚运会，这一切的一切非但没有让伊朗的百姓感受到他们实现了强国之梦，反而是越发觉得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的贫情与这种炫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民开始反抗。随后随着经济的衰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高涨，当时的通货膨胀据说已经达到了 25%， 伊朗各地的反抗的声音开始此起彼伏。而此时又有另一个声音在伊朗的大街小巷中偷偷地流传着，那就是霍梅尼的声音。他讲话的录音带在伊朗民间偷偷地流传着。那时候霍梅尼虽然流亡法国，但他在伊朗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再后来，国王巴拉维在各地的反对声中仓皇离开了伊朗，到美国就医。巴拉维走了，霍梅尼回来了，数万信众到机场迎接他们的救世主。霍梅尼承诺，伊朗将迎来一个新的政府，伊斯兰教是不干政，人人都会享有免费的电话、电力、暖气和巴士，并且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明确表态说，我将无我，说不管是个人愿望、健康还是我的年龄，都不允许我执政，我对权力不感兴趣。在当时的一些人眼中，甚至是一些西方媒体的眼中，霍梅尼被形容成了为伊朗争取自由而又淡泊名利的华盛顿式的英雄。而结果呢，当伊斯兰革命卫队最终倒向霍梅尼以后，他开始对当时的自由宪政派展开了疯狂的追杀，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党被很快的清除，大量的富人因此逃向了国外。
因为巴拉维政权是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所以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反对巴拉维的同时，也站在了反美的立场之上。伊朗人抛弃了巴拉维，同时也抛弃了西方对他们的影响。那一代的伊朗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毁了他们自己的未来。现在的伊朗通货膨胀率竟然达到了50%以上，人们的生活非常的困苦。这时候霍梅尼又告诉信众们，你们要忍受现在的苦难，把这一切当作真主对你们的试炼，你们将会得到更大的褒奖。给贫困的人最好的洗脑方法就是歌颂苦难，让他们明白和接受苦就是人生。但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是，他们的苦是为了一部分人的甜。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